今日，江省两大顶级豪门傅氏与沈氏郑氏宣布联姻。这场轰动全国的联姻将会重塑整个龙国的产业版图。江省两大顶级豪门，傅总，这2枚皇家蓝宝石戒指全球仅此一对，光拍卖价就过了8位数。您为了向沈小姐求婚，这代价也太大了。作为傅氏集团的准夫人，只晚她配得上世间所有最珍贵的东西，一枚戒指算什么？对了，我让你准备的事安排好了吗？傅总，按照您的吩咐，傅氏集团20%的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等您亲手交给沈小姐了。沈家发展到现在，缺的就是傅氏的资本背书。我会在订婚后交给之婉，这是我给她的惊喜。傅总，沈小姐能嫁给您，真是她的福气啊！好了，订婚仪式千万不能出问题，你再去盯着点。是，傅总。之婉她应该会喜欢的。How can I be sure you won't walk away? Why'd you love deception? Let me live this way. How can I be sure the safety of your arms doesn't suffocate me? 之婉。景琛，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不是我看到的那样，你当我瞎了吗？景琛，你听我解释。够了！你做出了这样的丑事，你还想编什么理由？别怪我没提醒你，江省所有权贵都在盯着今晚这场订婚宴。你要么按协议完成仪式，要么沈家自此从江省除名。景琛，你不能这样做。景琛哥，你再给之婉姐一次机会吧。我们……对了，还有你，最好立刻滚，不然我不介意让你永远在江省消失。好，傅景琛，我会完成协议的，你不要为难阿爷。感谢各位来宾，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女主角沈之婉小姐。此刻，承载着所有祝福的准新人傅景琛先生与沈之婉小姐都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请双方交换婚戒。傅景琛，我爱的人一直是阿叶，就算你毁掉沈家，我也绝不会嫁给你这个强取豪夺的渣男。说什么？阿叶，娶我好吗？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好好的悔婚了？不是说傅氏和沈氏联姻吗？这傅氏总裁怎么成了沈家千金嘴里的渣男了？沈小姐，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突然婚吗？沈小姐，景琛，这件事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儿子，当年是你执意要娶沈之婉，现在出了这种事，哼，我们走。哎呀，我愿意娶你，之婉姐。副总，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您能向我们解释一下吗？我来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吧。我爱的人一直是林奕晨，
而不是一个只会操控我人生的男人。副总，您真的是这样对待沈小姐的吗？就是因为她帮过我，所以沈家欠她的，我沈之婉欠她的。但我任劳任怨这么多年，也总该还清了吧？之婉姐，以后就让我照顾你，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沈之婉，既然是你先背叛，那就别怪我赶尽杀绝。快看，那是傅氏的车队，来了，赶紧拍！我去，这排场扎过了，还敢这么高调？把东西来！哎呀，有几个臭鞋了不起啊？人家明明有真爱还逼婚，不要脸的贱男人，活该被甩！沈小姐干得漂亮，让这个渣男知道什么叫报应。傅氏赶紧倒闭吧，连总裁都是人渣，更不用说企业了。进来。副总，不好了，公司股价已经暴跌30%，董事们纷纷不满。终于解脱了，今后要和最爱的人奔向新的未来。副总，您别太生气。通知法务部，立刻启动最高级别追偿条款，终止和沈氏的一切合作。副总，我们不先发声明解释一下吗？现在全网都在骂您。有什么好解释的？跟这种背信弃义的女人，没必要再纠缠。是，副总，我这就去通知。下面开始沈氏祖宅的拍卖，起拍价3000万，3000万第一次，3000万第二次，还有没有高价？我出3100万。沈小姐，沈氏集团濒临破产，我们可以接受出价，但需先进行资产核算。我出1个亿。1个亿？傅氏疯了吗？1个亿拍那破房子？那房子最多值4000万，他想干嘛？傅氏总裁傅景琛出价1个亿，1亿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成交。傅景琛，你不可以这样，这是沈家唯一的。副总，我们稍后将房产证明。将祖宅交还给沈小姐。给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娶你。为了帮沈氏渡过难关，我拉拢了一切能拉拢的资源。副总好酒量，好酒量！副总，之婉，以后不许再这样喝酒了，我心疼。为了能让他重建商业帝国，我手把手教他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商人。下一季度，我们将全面拓展海外市场。沈氏从摇摇欲坠变成了顶尖跨国企业，但我们的关系开始变质。之婉，我好想你。之前你喝烂醉我可以忍，但都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这样，你想过我的感受吗？之婉，那个叫林依晨的贫困生，恰好在这时出现。副总，之婉姐，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不用谢，走，我带你参观一下公司。之婉，我妈她生病住院了，咱们去看看她。你这是去哪儿啊？伯母生病了，下次吧。阿燕说她不小心扭到了脚，我得去医院照顾她。站住！下次？
沈之婉，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联姻的事情我不想多说，我希望你注意分寸。傅景琛，你发什么神经？你别小题大做行吗？我只是拿阿爷当弟弟，而且他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帮他一把怎么了？林奕晨他是个成年人，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不一样，阿爷一直把我当姐姐，我怎么能不管他？还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我冷血，他只是扭到了脚，而我妈是生病住院。沈之婉，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还想和我订婚吗？订婚，又是订婚！你眼里是不是只有我们的联姻？你说什么？你现在就是个满身铜臭的商人，阿言比你单纯多了。傅景琛，我告诉你，只要阿言有需要，我不管怎样都会帮他的。你先去医院照顾你妈，我一会儿就过来。我以为他在订婚之后会收心，没想到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有事？解除婚约吧。傅景琛，签了吧，好聚好散，给咱们彼此都留点体面。体面？你也配说出这种话？昨天在订婚宴上当众打我傅家脸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体面？你知道你毁掉的不仅是一场订婚宴，更是你沈家的未来。什么订婚宴？傅景琛，在你眼里，我们的爱情不过是一场交易，那场订婚宴也只是你扩大商业版图的一种手段罢了。而且，你觉得沈氏集团如今还需要你的帮助吗？沈之婉，原来你一直是这么想的。傅总，你别怪之婉姐，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闭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傅景琛，你够了！你欺负阿燕算什么本事？之婉姐，我没事，毕竟曾经傅总也帮过我，都是我欠他的。你是不是也认为你帮过我就能控制我一辈子？我告诉你，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窒息。你这样帮沈家都是为了巩固你的商业帝国。在你眼里，我从拍下那套祖宅开始对你做的一切都是在利用你。沈之婉，你有心吗？我最后问你一次，爱过，满意了吗？非要听这种矫情的答案才肯罢休？之婉姐，你别生气，医生说了，这段时间你不能动气。你说什么？没错，我怀了阿燕的孩子，这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之婉，怎么了？我们已经订婚了，是不是？我不想那么随便，等我们结婚了，再住在一起，好吗？原来我视若珍宝的人，早已经越界了。好了，傅景琛，现在你应该满意了吧？把这合约签了。副总也看到了，之婉姐现在需要安稳，不能再被某些无关的人和打扰。这合约签了，对大家都好。林奕晨，我记得这么多年，你收到傅氏集团的资助不下20万吧？这都是傅总和之婉姐对我的照顾，在这里我还要谢谢傅总的帮助呢。先别急着谢，我们签订的资助合同内好像明确标注了傅氏集团资助你的钱只能用于学习和基本生活。据我对你的了解，你的钱并不是这么用的吧？傅景琛，你什么意思啊？根据合同上的内容，林奕晨没有正当使用资助金，要付10倍的违约金，也就是最低200万起步。副总，您不能这样啊！我拿不出来这么多钱。阿野，你不要求他，这笔钱我会帮你付的。谢谢你，之婉。傅景琛，现在这合约可以签了吗？好了，从此
傅家与沈家，我与你两清。最好如此。傅总，谢谢你这些年的帮忙，我和周安姐会好好照顾孩子的。首先，我要向所有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郑重道歉。5年了，我一直在偿还当年的恩情，无时无刻都要看傅家的脸色。只有阿言在乎我，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沈小姐，据我所知，傅景琛在沈氏崛起时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我承认他是出色的商人，但是他控制着我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具没有思想的木偶，整个人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知婉姐只是想活出自我，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么痛苦。傅总，对不起，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我会重新建立公司，这条路注定坎坷，但有奕晨，还有我们的孩子，这就够了。沈总，请问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沈总，关于和傅氏的合作还推进吗？我真的受够了，一直活在他的阴影下。渣男宝剑，渣男正气，渣男不可以就这样，不是非我爱，还让你人。傅总，沈之婉拿我们当垫脚石，电话被打爆了，合作商纷纷解约。事已至此，这点狗男女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傅总，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毕竟曾经覆水难收。通知法务部，5分钟后所有人到会议室集合，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是，傅总。30分钟内，在所有媒体平台公开这3份文件。是，副总。第一，发布律师声明，公示沈之婉违反商业合作协议，恶意损害傅氏商辈的行为，即刻起冻结沈氏所有资产处置权。是，副总。第二，这是沈氏近1年的资金流向，你先看看吧。沈之婉竟然挪用公司资金高达2.8亿，其中1.6亿流向了林奕晨名下的空壳公司。上季度他执意投资的奢侈品项目，3个月亏损9.2亿，而项目方，没错，正是林奕晨的远房亲戚。怪不得审计查验时发现这么多异常流水。联系所有合作媒体，公开这份财务报表。是，副总。第三，立刻调整公司的战略合作框架。第四，调查所有的异常。第五，重新整理公司税务。最后，把这份合作协议放出去，到每个季度的运营资金支持。傅氏在沈家身上投入了超过10位数的资金，我要让全世界都看清楚，到底是谁忘恩负义。是，副总。周安姐，还是你厉害，轻松就让傅氏变得人人喊打。等过段时间，咱们就能把傅氏收购过来。急什么？傅景琛现在就是只丧家之犬，全网都骂他，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到时候我就把整个傅氏都送给你。对不起，沈总、林总，我不是故意的。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我平常就是这么教你们做事的。沈总，不是，是出大事了。傅氏集团刚才突然在官微和各大财经平台公开了一部分证据，说是您在和傅氏合作期间挪用资产。什么？他胡说八道！不止这些，因为傅氏公开的证据，咱们是沈氏的股价开盘才半小时就暴跌15%，好多股民在楼下吵着要赔偿了，合作方也纷纷发函说
说要暂停合作，这不可能！什么？他胡说八道！不止这些，因为富士公开的证据，咱们是沈氏的股价开盘才半小时就暴跌15%，好多股民在楼下吵着要赔偿了，合作方也纷纷发函说要暂停合作，这不可能！沈之婉，滚出来，赔偿我们的损失！刚开盘就跌了这么多，沈氏必须赔钱！傅景琛，都是他，这一切都是他害的！你先出去，这里没你的事了。是吗？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他？我不过是想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我有什么错？之婉姐，你别激动。你得为咱们的孩子着想啊，动了胎气就不好了。傅景琛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想用舆论逼得你走投无路，然后回去跟他妥协。妥协？他做梦！他越是这样逼我，我越不会低头，我只会更厌恶他。他越是这样逼我，我越不会低头，我只会更厌恶他。你别着急，先坐。之婉姐，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他傅景琛不是厉害吗？不是想逼我低头吗？我要他当面给我一个说法，我要让他知道，我沈之婉不是任他拿捏的软柿子。我们走。沈之婉，你别想跑，还我们血汗钱！我们买了沈氏的股票，现在跌了这么多，你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就是，富士集团已经报道了，你挪用公司资金给小白脸花，把我们的钱当儿戏，沈氏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我们就去法院告你！你们想干什么？还我血汗钱！沈之婉，别跑！别跑！还我血汗钱！沈之婉，别跑！别跑！沈之婉小姐，我们是证监会调查人员。
你涉嫌挪用沈氏巨额资金，违规转移资产，严重违反证券法规，请立刻配合审查。我没有，这是污蔑，是傅景琛在陷害我。根据复氏披露内容，你有重大嫌疑，是否污蔑，我们会进行调查。各位冷静，一定有误会，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会查清真相，给大家满意交代，绝不让你们蒙受损失。各位冷静，一定有误会，请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会查清真相，给大家满意交代，绝不让你们蒙受损失。对，这是误会，我承认资金运作有疏漏，但绝不是故意挪用。我与沈家保证，3天之内拿出解决方案，还大家公道，请给我自证清白的机会。好，我们就欠你最后一次，3天后没说法，直接去法院起诉。说得对，我们走。沈小姐，希望你说到做到，积极配合审查，不要试图隐瞒或销毁证据，否则后果自负。傅景琛，我陪你玩到底。李特助，沈氏集团的事儿处理好了吗？报告副总，咱们的法务团队和公关团队都已经在发力了，并且我们已经在调查沈之婉和林依晨2人更详细的资料。通知下去，对于他们一定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击，对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不需要留一点情面。是，副总。傅景琛，你到底想干什么？谁允许你向媒体公布那些资料的？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是你们？谁让你们进来的？来人！我说没说过，他们俩不准进入我傅氏的大楼？你们没听见吗？副总，我拦了，但是我拦不住啊。拦不住。副总，沈小姐说她是傅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我们没有资格拦她。你们先出去吧。副总，沈小姐说她是傅氏集团的董事长夫人，我们没有资格拦她。你们先出去吧。是。你们立刻给我离开这里，我这不欢迎你们。我凭什么走？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给你交代？副总，你那样做也太不应该了。就因为你随意的几句话，你知道给沈氏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芝婉姐也因此遭受了很多的非议。这一切不都是你们应得的吗？傅景琛，我命令你立刻向媒体澄清，你公布那些资料都是假的，并当众向我道歉，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的。沈之婉，我自己发布的声明，接着我再去说自己发布的是假消息，你以为我会像你们2个一样蠢吗？对了，还有，我不需要你的原谅。副总，芝婉姐她已经不爱你了，你何必要用这种方式逼她呢？感情的事儿强求不来的。逼她？林依晨，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也太小看我傅景琛了。我对别人穿过的破鞋没兴趣。我对别人穿过的破鞋没兴趣。傅景琛，你说我是什么？请你们离开这儿，有事可以直接联系我的法务团队。你之所以那么大费周章，不就是想让我来找你吗？现在我来了，你怎么还不满意了？沈之婉，
你是不是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我傅景琛身边从不缺想靠近的人，我需要去挽回一个背叛我的人。我现在做的，只不过是收回一点利息。我没让你们立刻进监狱，已经算留了余地。别把我的宽容当成我还在乎你。难道不是吗？整个江省谁不知道你爱我如命？你无非就是在等我服软。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就去跟媒体澄清，你之前放的那些证据都是假的，是你因爱生恨，故意抹黑我，再公开向我道歉，不然后果自负。不然后果自负。副总，芝婉姐真的已经给了你机会了，你何必要把事情闹得那么难看呢？可别到时候收不了场啊！我真的很好奇，你们两个能让我承担怎样的后果？不见棺材不落泪。让那些媒体都上来吧，让大家好好看看堂堂的傅氏大少爷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沈之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最怕媒体的人就是你们吧？毕竟沈氏现在已经承受不起任何风浪了。我倒很想知道你哪来的底气喊媒体。你会后悔的。副总，外面有几家媒体说收到沈小姐的邀请前来采访，需要我回绝？不用，喊他们进来吧。是。不用，喊他们进来吧。是。沈小姐，请问您邀请我们来是为了采访什么内容呢？我邀请各位来，是想让大家见证傅景成的真面目。等一下，芝婉姐，我再劝劝副总吧。副总，我们开出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乖乖照做，我们还能既往不咎，不然后果真的不是你能承受的。哼，两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也配跟我谈既往不咎，真是我听过最可笑的笑话。住口！大家看清楚，这就是傅的所作所为。他因为我不愿和他复婚，竟然赤裸裸的威胁我。副总威胁芝婉姐，如果不回到他身边，就要沈氏破产。这也是这段时间副总一直在打压沈氏的原因。副总威胁芝婉姐，如果不回到他身边，就要沈氏破产。这也是这段时间副总一直在打压沈氏的原因。副总，林先生所说的是真实情况吗？您真的因为感情纠纷就动用商业手段打压沈氏集团？我知道傅氏集团势力大，但事实就是事实，我不能让芝婉姐一个人承受这些。各位记者朋友，你们再看看这张截图，这是副总发给我的消息。副总，截图是真的吗？您真的发出过让他消失的威胁？副总，这种威胁是否涉及人身安全恐吓？您作为傅氏集团总裁，难道不担心这种言论影响企业形象吗？请您回答一下，副总。大家别问他了，他从来都不会承认的。我告诉大家这些真相，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我并不是他口中所说的忘恩负义，希望大家能还我一个清白。芝婉姐一直活得小心翼翼，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幸福，难道这也有错吗，副总？追求幸福，你们所谓的幸福，就是拿着我给你们的资本，反过来诬陷我强取豪夺。副总，你别这么说，我只是个普通学生，靠着傅氏资助才完成学业，我从没想过和你作对，可你却因为我和芝婉姐互相喜欢，就要对我赶尽杀绝。这傅景琛确定太过分了，再怎么样也不能威胁别人的生命吧？是啊，连我都看不下去了，亏我之前还以为他才是受害者呢。
求求大家帮帮我们吧！我们只是想好好在一起，为什么他就不能放过我们？沈氏现在岌岌可危，员工们都面临失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员工们都面临失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你快看，傅氏总裁原来是这样的人，在哪儿？我看看。这傅景深也太恐怖了，爱而不得就想毁掉，这还是人吗？他之前还拿出一堆证据，原来都是掩盖自己的变态心理。沈之婉、林依晨，装可怜的样子，你俩真的很像啊。副总，情况失控了，热搜前5全是负面话题，股价已经跌停了，很多合作中都要解约，银行也提前催缴贷款了。副总，面对危机该如何应对？不是会陷入更大困境吗？你是否后悔当初激化矛盾？副总，你说这是何必呢？要不是你非要造谣沈氏，哪会有现在的局面？沈之婉、林依晨，你们是不是认为自己赢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王总监，副总，把要求解约的合作商名单整理好，从今以后永不合作。至于银行，让法务部按合同回复，提前催缴贷款属于违约，傅氏有权追究责任。是。公司外部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该解决这里的问题了。傅景琛，你想干什么？这么媒体都在这儿，很多双眼睛看着呢。傅景琛，你想干什么？这么媒体都在这儿，很多双眼睛看着呢。李特助，通知法务部和公关部立即发布第2波材料，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副总，材料已经上传各个媒体。什么材料？傅景琛，你把话说清楚！不，这不是真的。大家看清楚，这是沈之婉利用职务之便，将沈氏资金转移至林奕晨空投公司的完整流水。沈小姐，去年3月一次性转给林奕晨5000万，备注投资但无实际经营，怎么回事？林先生用这笔钱买豪宅、注册公司，资金来源就是傅氏吧？假的，都是伪造的，他为了毁掉我们造假。副总不能乱说，我公司都是合法经营，资金是自己打拼来的，你这是诽谤。伪造！银行流水原件、财务审批记录、税务申报凭证全在这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现在想抵赖，晚了。你们如何掏空公司，如何挥霍享乐，细节会一一核实。抵赖的话，留到法庭来说吧。石婉姐，副总证据链完整，你们还有什么辩解？如果属实，这可是牢狱之灾。沈小姐，之前的聊天记录涉嫌造假，您怎么解释？通知警方和法院，即刻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我要让这对忘恩负义的狗男女付出代价。是。慢着！就算证据是真的，我不就是花了你点钱吗？至于那么小气？一点钱，5年资助加花费，总计23亿5千万。对于沈大小姐来说，这只能叫一点钱。那又怎样？我陪伴了你5年，这些钱是我应得的。是啊，副总，之婉姐付出了青春，你怎么还能找她赔钱呢？林奕晨，如果他拿钱是应得的，那你呢？拿资助金买奢侈品，混高端会所，给网红打赏，这些也是你应得的。我没有。还有你在富士实习期间，利用特权挪用了多少钱？需要我一笔一笔报出来吗？林先生，
副总所说的这些消费记录都有凭证支撑，您能解释一下您作为资助生为什么如此高消费吗？这些资金明确标注了富士资助金或富士集团项目款，您私自用于个人挥霍，是否构成诈借？够了！不准你们这么逼他！傅景琛，你那么有钱，让我和阿言花一点怎么了？这种话都能讲出口，太不要脸了。是啊，人家副总有钱，和他有什么关系？阿燕她年纪小不懂事，那些钱就算用得不当，也是我让她拿的。是我觉得她家境不好，想多帮衬她一些，跟她没关系。阿燕她年纪小不懂事，那些钱就算用得不当，也是我让她拿的。是我觉得她家境不好，想多帮衬她一些，跟她没关系。这些歪理，你们留着在法庭上说吧。来人，把他们赶出去。对了，我再次声明一下，沈之婉在富士集团没有任何特权，他说的一切都不用理会。是，副总。副总，接下来怎么办？继续查，林奕晨的那些消费远远低于他从富士拿走的钱，给我查清楚他到底干了什么。是，副总。喂，妈。我现在就回来。喂，妈。我现在就回来。爸妈，景琛回来啦，我让厨房炖了雪梨银耳汤，刚温好，妈去给你盛一碗。打开看看吧，这是多年前就为你定下的婚约。爸，您这是？对方是苏家的千金，当年我和你苏伯伯是过命的交情，早就为你们俩许下了这门亲事。沈家的事刚过去没多久，我没心思谈婚事。你说什么？当年要不是你一意孤行，非要娶那个沈之婉，哪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我告诉你，苏家这丫头，你必须娶！你说什么？当年要不是你一意孤行，非要娶那个沈之婉，哪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我告诉你，苏家这丫头，你必须娶！老夫，你别这么大火气。景琛刚经历感情的事儿，心里肯定还没缓过来。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景琛啊，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之婉那孩子确实让你伤了心，但也不能因为他就对所有婚事都抵触啊。你妈说的对，我和你苏伯伯已经约好了，明天你就和苏家那丫头见一面。我告诉你，傅景琛，这门婚姻由不得你拒绝。你妈说的对，我和你苏伯伯已经约好了，明天你就和苏家那丫头见一面。我告诉你，傅景琛，这门婚姻由不得你拒绝。景琛，一会儿进去给我好好表现，不准摆你那总裁架子，听见没有？知道了，爸。傅伯伯、宋伯母，你们好，快请进。
孩子，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景琛哥。你是曼云？原来你们认识啊，太巧了！哈哈哈哈！嘿，你这臭小子，认识怎么不早说？还不快请人家进去？老傅，既然你们认识，那正好，你们年轻人聊。我和你爸还有点事儿，先回避一下。你们年轻人聊，我和你爸还有点事儿，先回避一下。景琛哥，真没想到，和我定下婚约的人竟然是你。我也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巧。景琛哥，其实我小时候就很佩服你，这些年你一个人将傅氏撑起，我知道你很不容易。我不想只靠长辈定下的婚约走近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曼云，对不起，我刚结束上一段感情，心里还没准备好接受新的感情。景琛哥，没关系，我明白，感情的事不能勉强，我会等你。谢谢。好，我马上过来。曼云，我有点事需要处理，我们改天再聚。好，景琛哥，你先忙吧。好，我马上过来。曼云，我有点事需要处理，我们改天再聚。好，景琛哥，你先忙吧。副总，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再次对林奕晨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他不仅挥霍无度，还是多家地下赌场的常客，目前已欠下高达5000万元的高利贷。您还是自己看吧。表面上是个纯良无害的贫困生，背地里还是个赌场的常客。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追债的人打断了一根肋骨，躲在这个出租屋里。现在人在哪儿？林奕晨就在里面，有保镖看着。让他过来，我要让沈之暖亲眼看看，他不顾一切要护着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是，把人带过来。林奕晨就在里面，有保镖看着。让他过来，我要让沈之暖亲眼看看，他不顾一切要护着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是，把人带过来。副总，求您帮帮我，我欠了5000多万的高利贷，再还不上钱，他们就要我的命啊！你想我帮你还赌债？求您了，副总，只要您帮我还清欠款，我可以立刻从志婉姐身边消失，再也不跟她有任何联系，我还可以打借条，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副总，你看这样可以吗？傅景琛，你想干什么？副总，你看这样可以吗？傅景琛，你想干什么？傅景琛，你疯了！你怎么能把阿爷打成这样？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对他？阿爷，你没事吧？哪里还疼？我带你去医院。志婉姐，我没事，你别担心。这可不是我打的。沈之婉，你问问他，他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阿爷，他说的是真的，
到底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我说啊，林依晨，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说啊，林依晨，到底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志婉姐，别说了，是我不好，我不该惹副总生气，副总只是一时气不过，拿我出气而已，没关系的。傅景琛，你听到了吗？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我知道你不喜欢阿叶，但你竟然让人把他打成这样，真会装可怜啊，林依晨，都到这份上了，还想着演戏博同情。够了！你别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事我跟你没完！别着急啊，沈之婉，我相信这份文件你会很感兴趣。来，给沈小姐看看。志婉姐，我……傅景琛，你编瞎话能不能用点心？就凭这几张伪造的纸就想诬陷阿燕？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他怎么可能会去赌场，还欠下高利贷？副总，你说的这些，我没有做过，我真的没有。没做过，那你敢不敢说说，刚刚你求着我说的是什么？志婉姐，刚刚副总逼着我签这个欠条，说如果不签就不让我走。志婉姐，刚刚副总逼着我签这个欠条，说如果不签就不让我走。傅景琛，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竟然逼着阿言给你打下5000万的欠条！他哪里欠你这么多钱？你简直丧心病狂！不就是因为我没嫁给你，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诬陷阿燕，让我讨厌她？你以为这样我就会离开阿燕，就会回到你身边？你错了！你越是这样为难阿燕，我就越看清你的真面目。我沈之婉就算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沈之婉，我看你是自欺欺人太久，连自己都信了。到了这地步，还在为这种烂人辩解，你的眼光和你的脑子一样，可笑又可悲。你少在这冷嘲热讽！你现在立刻向阿燕道歉！志婉姐，要不还是算了吧。不行，他今天必须跟你道歉。道歉？你想让我怎么道歉？这样，你给阿爷2个亿，这笔钱就当是你给他的赔偿。今天这件事我可以不计较，不然我绝不会原谅你。沈小姐真是好大的口气啊！沈小姐真是好大的口气啊！真是够无耻的，出轨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还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2个亿。曼云，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看到你在这儿，我就下来了。傅景琛，这个女人是谁？你们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沈小姐看不出来吗？傅景琛，让这个女人滚，不然你就永远别想有机会和我在一起。机会，沈之婉，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沈小姐看不出来吗？傅景琛，让这个女人滚，不然你就永远别想有机会和我在一起。机会，沈之婉，你未免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别装了，傅景琛，你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逼我回来和你结婚吗？好，我可以嫁给你。之婉姐，放心，不过我有2个要求。第一，立刻撤销所有对沈氏的指控，还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给我和沈氏道歉。第二，给我和阿叶一人10个亿作为补偿。而且这只是名义上的婚姻，你不准干涉我和阿爷的生活，我们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沈之婉，出轨怀孕，挪用资产，你哪一点配得上景琛哥？现在居然还有脸漫天要价，要20亿，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你配吗？现在居然还有脸漫天要价，要20亿，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你配吗？放手！你这个贱人！贱人，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一巴掌打你出轨背叛，移情别恋。这一巴掌打你口出秽言，肆意羞辱。傅景琛，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打我吗？那我应该鼓掌。沈之婉，我警告你，嘴巴放干净点儿。傅景琛，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打我吗？那我应该鼓掌。沈之婉，我警告你，嘴巴放干净点儿。傅景琛，你们给我等着！等沈氏度过了目前的难关，我绝不会放过你们！东山再起，你最好先看看你沈氏现在怎么样了。沈总，不好了，公司资金链接近断裂，合作方全撤资了，银行也冻结了所有账户，沈氏已经濒临破产了。什么？破产？不可能！傅景琛，是你搞的鬼，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你怎么能毁了我和沈家？路是你自己选的，后果自然也是你自己承担。对了，林依晨，你欠的外债记得还上。对了，林依晨，你欠的外债记得还上。到底出了什么事？之前不是说还能撑一阵子吗？怎么突然就维持不下去了？沈总，傅氏集团动用了所有法务力量，联合银行冻结了我们大部分账户。现在能用的流动资金不超过3000万，连下周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实在维持不了正常运转了。怎么会这样？沈总，我们今天来就一句话，取消合作。怎么会这样？沈总，我们今天来就一句话，取消合作。
立刻退还我们的预付款，还要赔偿我们的损失。当初要不是看在副总的面子上，我们根本不会跟沈氏合作。现在副总都跟你们撕破脸了，谁还跟你们合作？给我退钱！王总、李总，你们冷静点儿。沈氏只是暂时遇到困难，只要撑过这阵子，一定能。别来这套！我们当初签合同，说白了就是卖副总一个人情。沈之晚，现在傅氏打压你们，沈氏早晚破产。我们只给你们3天时间，我们直接走法律程序。王总、李总，银行冻结账户，供应商要撤资赔偿。阿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周安姐，你别担心，钱的事好解决。你忘了，傅景琛以前多宠你，送了你多少好东西，咱们把这些一卖，那不就是钱吗？银行冻结账户，供应商要撤资赔偿。阿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周安姐，你别担心，钱的事好解决。你忘了，傅景琛以前多宠你，送了你多少好东西，咱们把这些一卖，那不就是钱吗？市中心那几家旺铺，还有郊域的独栋别墅，哪一样不是价值连城？把这些资产变卖了，足够我们周转，甚至还能重新盘活公司。阿燕，你说的对，我怎么把这些忘了？那些都是傅景坚自愿送我的，现在就是我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去联系中介，把这些资产全卖了。张总，您刚刚也看到了，我这店铺的位置可是整条街最佳的，绝对是旺铺中的旺铺，您买下来绝对不吃亏。不错，这个店铺大小和位置非常好，你们给的这个价格也很公道。是啊，我们要不是急用钱，可不舍得这么便宜卖给您。只要您现在打钱，我们立马就安排给您过户。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慢着，小孙，你去系统里核实一下店铺的产权信息，确认无误，再走后续流程。是，张总。张总放心，这店铺是我们的，手续非常齐全。张总，我查了不动产登记系统，店铺的确是沈小姐名下的。我就说嘛。但是这间店铺目前正处于冻结状态，禁止转让。这不可能！你们是不是查错了，或者系统出问题了？沈小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没办法交易却要卖给我，是想诈骗吗？因为这家店铺本来就不是他的。这家店铺本来就不是他的。傅景琛，怎么是你？我来收回属于我的东西，怎么了？什么你的东西？这间店铺明明是我的！立刻联系不动产登记中心，收回沈之晚名下所有由我赠与的店铺，全部转到傅氏集团名下，手续10分钟内办完。是，副总，我这就安排法务团队对接。好啊，不是你的店还敢拿来卖给我，想骗我的钱？你敢打我？打你都是轻的，差点就被你们骗了。我们走。打你都是轻的，差点就被你们骗了。我们走。
副总，您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这些店铺都是您当头心甘情愿送给芝婉姐的，哪有送出去又收回来的道理？就是，傅锦琛，这些都是你亲口说送我的，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说收就收？我送给你，自然也有收回来的权利。像你们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不配拿走傅家的一分一毫。我不可以，这是我的，你不能收。副总，产权已经转让完毕，我们走。傅锦琛，你不能走，你回来！芝婉姐，现在怎么办？去买别墅。芝婉姐，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傅锦琛送了我那么多别墅，这里的一套是最贵的，卖出去的钱起码能让公司正常运转3个月。是吗？芝婉姐，那我们快去。开门。小姐，我们这里是高档别墅区，请您刷卡进入。你们这是什么破东西？赶紧给我开门！我是这里的业主。小姐，我们这里的身份录入系统是全球最高级的，您刷不出来，我们不能放您进去。我们是这里的主人，自己去电脑上查查看看有没有信息。我叫沈之婉，是这里 A 区3栋的业主，你们自己去查。我叫沈之婉，是这里 A 区3栋的业主，你们自己去查。查一下，看看他是不是业主。查到了。怎么样？还不快让开！耽误了我的事儿，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A 区3栋的业主名字叫傅景琛，不是什么沈之婉。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业主，还敢打我！你疯了！你这条看门狗，还敢打主人！我是这里的业主！兄弟们都出来了！有人在这里冒充业主闹事！芝婉姐，快走！沈之婉，我给你的会一件件收回。芝婉姐，刚刚已经查过了，你名下的那些店铺还有别墅，都已经被转移走了。傅锦琛，是他干的，他怎么能这么对我？我要问问他！这个贱人，一定是他！要不是他，傅锦琛不可能这样对我。阿燕，去找他们算账！啊，芝婉姐。两位请支部。让开！我是董事长夫人，你们敢拦我，信不信我把你们全开了？抱歉，沈小姐，副总特意交代过，你现在在傅氏没有任何特权。什么？傅锦琛，傅琛，你给我滚出来！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收走我的东西？你现在在傅氏没有任何特权。什么？傅锦琛，傅琛，你给我滚出来！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凭什么收走我的东西？沈小姐，副总正在里面开会，请你安静。傅锦琛，有胆子干没胆子承认吗？算什么男人？我算什么男？你给我滚出来！沈小姐，你再这样，我们可要请你出去了。沈之婉、林奕晨，这里不欢迎你们。傅锦琛，你终于肯出来了。我问你，你凭什么把我的东西全都收走？是不是都给这个贱人了？你说什么？哼，傅景琛，你干都干了，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副总，你把东西收回去也就算了，但你不能转头就送给别的女人吧？你这样做，
也太伤芝婉姐的心了。先不说我有没有把那些别墅送给别人，就算我送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怎么没关系？那些店铺别墅，你当初亲口说送给我了，就是我的东西。你擅自送给别人，经过我同意了吗？沈小姐，林先生，你们是不记得自己都对景琛哥做过什么了吗？现在还好意思来要回这些本就不该属于你们的东西？你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这个狐狸精插嘴。要不是你勾搭傅景琛，他怎么会对我这么绝情？那些东都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拿回来。傅总，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你要真那么绝情，传出去不怕别人说你薄情寡义吗？薄情寡义，对你们这种人还需要讲任何情面吗？你要真那么绝情，传出去不怕别人说你薄情寡义吗？薄情寡义，对你们这种人还需要讲任何情面吗？我不管那些，我只知道那些店铺别墅是我的。你今天不还我，我就赖在这里不走了。沈之婉，你不会认为用这种方式就能吓唬到我吧？你们要是再敢在这里撒野，就别怪我不客气。保安，把这2个人拖出去，以后再敢踏入傅氏大楼半步，直接报警处理。是，副总。傅景琛，你放开我！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副总说了，以后不许你们再来。傅景琛，你竟然敢这么对我！芝婉姐，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我就不信，我离开了他傅景琛就活不了。通知公司高层开会。都说说吧，公司接下来该怎么办？沈总，咱们现在连正常的业务都进行不了，能想到什么办法呀？之前副总在的时候，公司项目都是他安排的。景琛，我来晚了。没关系。之前副总在的时候，公司项目都是他安排的。景琛，我来晚了。没关系。领导，我都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你签字呢。谢谢你，景琛，幸好有你在。芝婉姐，芝婉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喂，爸，好，我马上回来。阿言，我要回去一趟，你先暂时主持会议。芝婉姐，你放心吧。哎，这公司现在还有3000万的资金，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吧。你在集团内并没有职务，你这是干什么？芝婉姐之前就已经任命我为沈氏集团的副总裁，虽然董事会还没有通过，但也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芝婉姐刚刚才说让我来主持会议，怎么，你没听见？林总，按照副总之前定下的战略方针，我们应该启动应急预案。副总他之前……副总，我现在才是公司的副总裁，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到傅景琛，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是，林总，既然你们都没有好的办法，那就我来说吧。
将沈氏集团剩下的所有资金全部投入房地产行业。将沈氏集团剩下的所有资金全部投入房地产行业。我已经看好了一个楼盘，大家只管大胆买入就行了。什么房地产？林总，我们沈氏的业务方向一直是奢侈品行业，房地产我们从来没接触过呀。是啊，林总，贸然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对我们来说太冒险了。够了，你们懂什么？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你们谁能比我更懂这个市场？林总，这件事儿您还是先跟沈总商量一下吧，毕竟咱们能用的资金实在不多了。芝婉姐现在要操心的事儿已经够多了，听我的就这么办。谁要是有意见，直接开除。爸妈，你们怎么提前从国外回来了？不是说还要待半个月吗？我们再不回来，沈家就要被你折腾没了。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是怎么传的？说你当众悔婚，还跟着那个叫林奕晨的穷小子，你这是把傅家彻底得罪了。爸，这是我的感情事，跟外人有什么关系？我本来就不喜欢傅景琛，阿燕才是最适合我的人。沈之婉，你把沈家的前程当儿戏吗？你以为沈氏能有今天的规模，靠的全是你吗？爸，这些年来公司的项目，哪一个不是我亲自跟进的？之婉，没有傅家在背后给你铺路，没有傅景琛动用他的人脉和资源给你打通渠道，那些项目轮得到你？当年沈氏濒临破产，要是没有傅景琛，哪有之后的沈氏啊？那是傅景琛自愿的，他对我好是应该的。现在我不想再受他的控制，想追求自己的幸福，难道这也有错吗？想追求自己的幸福，难道这也有错吗？自愿，他是把你当未来的富家主母，才倾尽全力帮你。你倒好，转头就跟一个靠着复试资助才能毕业的穷小子搅在一起。他能给你什么？能撑起沈氏吗？爸妈，你们别总戴着有色眼镜看阿燕。傅景琛能做到的，阿燕将来一定能做得更好。阿言他有能力，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而已。而我现在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我把沈氏交给了他打理。爸妈，你们就看好了吧。你为什么打我？逆女！公司已经危在旦夕了，你竟然还把它交给外人来打理，你是嫌我沈氏破产的不够快吗？老沈，有话好好跟孩子说。好好说，我说了他听了。爸，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和阿燕呢？我们一定会让沈氏重新好起来的。相信你？我和你妈就是因为选择相信了你，才会酿成今天的大错。你现在立刻过去找傅景琛，跪下认错，求他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放沈家一马。我不去，我凭什么给他认错？之婉，你爸也是为了这个家呀。傅家现在要是松口，沈氏还有救，你就低头认个错吧，不算委屈你。爸妈，你们就是被傅景琛给骗了，让你们以为咱们家离了他就不行。阿言比他强多了，他会带着沈氏渡过难关的。老沈，阿言比他强多了，他会带着沈氏渡过难关的。老沈，别打了！罢了，这都是命啊！是我沈庭渊没教好女儿，今天活该沈家有今天。爸，你放心好了，阿言不会让你失望的，他一定会把沈氏打理的比以前更好，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没选错人。你说什么？啊！阿燕要把资金全都投进房地产？
沈总，林总他做主要将咱们剩下的所有资金全部都投入房地产行业，现在公司已经准备再囤一片烂尾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总，林总他做主要将咱们剩下的所有资金全部都投入房地产行业。你说什么？房地产？哎呀，他疯了吗？我们沈氏根本没有做房地产的经验啊！林总说，您已经授权他全权管理公司事务，董事们都不敢阻拦。林奕晨人呢？立马让他来见我。林总他现在正在开会。志婉姐，你回来了。看到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吗？惊喜？阿言，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知不知道那3000万是我们最后的资本了？你怎么能这么冒险呢？你先出去吧。是。你先别着急。你先别着急。首先，这笔钱还没有付出去。那就好，那就好。志婉姐，你听我说完。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我得到可靠消息，那块地要规划一个重点学校，烂尾楼要变成学区房。哎呀，你说的是真的？那咱们沈氏岂不是有救了？你还等着干什么？咱们赶紧把那块地买下来啊！志婉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块地的产权是傅氏集团，傅景琛他不一定会卖给我们。傅景琛，那块地就算是他的，他也必须得卖给我。孙秘书，把昨天要签署的那份文件。曼云，你怎么来了？这是？看你最近忙着处理公司的事儿，肯定没好好吃饭。我想着自己尝试做几道菜，给你送过来垫垫肚子。曼云，你下次不用这么客气，太麻烦你了。怎么能算麻烦呢？我不太会做饭，就做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好吃。景琛哥，你不会是为了哄我故意说好吃的吧？是真的好吃，比外面餐厅做的都好。景琛哥，你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这些年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肯定很辛苦。往后，我能一直照顾你吗？你不会是为了哄我故意说好吃的吧？是真的好吃，比外面餐厅做的都好。景琛哥，你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这些年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肯定很辛苦。往后，我能一直照顾你吗？沈小姐，李先生，你们不能进去。副总交代过，不允许你们进入办公区。今天我找你们副总是有个大生意要谈，耽误了正事，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副总，对不起，我刚刚拦过他们了，但他们……没事，不怪你，你先出去吧。沈之婉，我记得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你们又来干什么？怎么，耽误你和你的小情人约会了？副总，你今天可误会我们了，我们今天来可是带着巨大的诚意来和您谈合作的。合作？我不记得现在傅氏集团和你们还有什么合作的项目，请你们出去。副总，别着急啊，我们要的是城西那块闲置的烂尾楼地块，您手里握着它好几年开发，对傅氏来说就是块闲置资产，不如转给我们，还能回笼一笔资金。那块地现在不值钱，但我们有完整的开发计划，愿意按市场价折价50%收购。傅氏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也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吧？城西那块地，你们怎么突然盯上了？傅氏如今虽然家大业大，也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吧？城西那块地，
你们怎么突然盯上了？倒是沈氏，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还有闲钱规划买地？傅景琛，你别管我们怎么规划，你就说卖不卖，只要你点头，款项我们立马就能打到傅氏账户，绝不拖欠。那我如果说不卖呢？现在我命令你，必须把那块地卖给我。沈小姐，你难道不知道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吗？像你这样颐指气使的求别人办事，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傅景琛，你凭什么不卖给我？现在我命令你，必须把那块地卖给我。沈小姐，你难道不知道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吗？像你这样颐指气使的求别人办事，我还真是第一次见。你闭嘴！这里没你这个贱人说话的份儿！你如果再口无遮拦，对曼云不敬，那就立刻给我滚出去。芷婉姐，别忘了咱们今天来的目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副总，今天我们可是诚心诚意的来跟您合作的，那块地您放在手上也是一文不值，不如卖给我们，咱们双方各取所需，您看多好！我对和忘恩负义的人做交易没兴趣。副总，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咱们向前看嘛。您就当行个方便，我们记您的情分。情分？当初你们背叛我们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情分？傅景琛，我知道之前的事儿让你不痛快，但生意归生意，你要是觉得价格低，我们可以再涨5%，这已经是我们能拿出的最大诚意了。我可以卖，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只要我们能做到，一定答应你。条件就是，沈氏现在有多少钱，这块地就值多少钱，而且款项必须一次性付清，少1分都不行。你这是趁火打劫！什么条件？你说，只要我们能做到，一定答应你。条件就是，沈氏现在有多少钱，这块地就值多少钱，而且款项必须一次性付清，少1分都不行。傅景琛，你这是趁火打劫！要么接受，要么滚。这块地我留着没用，放着也没事，但你们没了它，沈氏就只能等着破产。好，我们答应。慢着！好，我们答应。你干什么？沈小姐，我好像听说沈氏集团大部分资金都已经被银行冻结了，就算景灿哥同意卖，你拿什么付款？银行虽然冻结了我们大部分资产，但在冻结资金外，我们还剩下3000万元，只要副总签字，我们立刻打款。沈氏账户被冻结是公开消息，你们口中的3000万，该不会是东拼西凑来的吧？真要付了款，沈氏员工的工资，供应商的欠款，你们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自有资金调配的办法，现在只要你签字。既然你们执意要，我可以成全，但我得提醒你们，这块地后续开发中若出现任何问题，傅氏一概不负责，所有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签字之后，再无反悔余地。但我得提醒你们，这块地后续开发中若出现任何问题，傅氏一概不负责，所有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签字之后，再无反悔余地。好了，傅景琛，不需要你提醒，少废话。副总要是没别的条件，就别浪费时间了。所有的问题，我们自己会处理。你干什么？款到，合同才归你。通知财务，将剩下的3000万全部打到傅氏集团的账户上，要快。阿言，我们成了，
有了这块地，咱们马上就能东山再起。傅锦琛，你可真蠢啊！等我们赚得盆满钵满，有你后悔的时候。博月回去了，你们太过分了！刚才求着景琛哥卖地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态度低三下四，现在拿到合同就翻脸不认人，简直毫无底线！你们太过分了！刚才求着景琛哥卖地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态度低三下四，现在拿到合同就翻脸不认人。简直毫无底线！底线？奸商？对付傅景琛这种唯利是图的奸商，需要讲底线吗？这不是理所当然吗？我要是不装成服软的样子，他能这么便宜就把地卖给我？苏小姐，你这话就不对了。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各凭本事，我们能以低价拿到地，是我们有眼光有格局。我们能以低价拿到地，是我们有眼光有格局，总比某些人守着金山却不识货强。说真的，傅景琛，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觉得你厉害？现在看来，你连阿燕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对了，现在合同已经签了，钱也打过去了，你可别想反悔。反悔？我为什么要反悔？哼，嘴硬。等我们把这块地开发成学区房，你知道能值多少钱吗？起码10个亿。沈之婉，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沈之婉，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傅景琛，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想提醒你们，城西那块地，恐怕和你们想象中的宝地差得有点远。傅景琛，你少故弄玄虚，把话说清楚了。什么叫差得远？你们心心念念的那块地，已经不能变成学区房了。因为那所重点高中，半个月前就已经重新选址了。你现在手里攥着的，不过是块废弃的闲置地，用你们的话说，叫一文不值。傅景琛，你是不是疯了？想用这种低级的谎话就把地买回来？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就算这块地真的不值钱，我沈之婉扔在那儿，也绝不会再卖给你。你以为我还会信你的鬼话吗？就是啊，傅总，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段也太小儿科了。重点高中重新选址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分明是你见我们捡了便宜，心里不平衡吧？就是啊，傅总，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段也太小儿科了。重点高中重新选址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分明是你见我们捡了便宜，心里不平衡吧？沈之婉，你真的不信？信你？傅景琛，收起你那套把戏，我没时间陪你耗。
阿燕，我们回去吧。副总，谢谢您的好意了，以后可千万别后悔啊。孙秘书，把城西那块地的文件拿过来。副总，资料取来了。看就看，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招。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傅景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们自己看看底下盖的章不就行了？再不行，你们也可以去求证一下。傅景琛，你把钱还给我，我不买了！快点把钱还给我！沈小姐，景琛哥刚刚明明已经反复提醒过你们，是你们自己猪油蒙了心，不仅不信，还对着他冷嘲热讽。现在落得这个下场，难道不是你们自己选的？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这个贱人说话。我不过是说句实话，沈小姐急什么？难不成是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够了！傅景琛，这一切是不是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故意不告诉我们学校选址变更的事，就是等着我们上套，等着看我们沈氏破产，对不对？傅景琛，这一切是不是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故意不告诉我们学校选址变更的事，就是等着我们上套，等着看我们沈氏破产，对不对？沈之婉，你太高看自己了。我只是把你们曾经欠我的、欠傅氏的，一点点拿回来而已。何况，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沈氏现在也撑不下去了。账户冻结，供应商撤资，员工工资拖欠，不出3天，沈氏就会正式宣告破产。破产，不能破产！副总，不能破产，绝对不能让沈氏破产啊！沈氏要是破产了，我那些赌债也就彻底还不上了。赌债？阿燕，你说什么？赌债？阿燕，你说什么？副总，求您高抬贵手！那些放高利贷的人说了，还不上钱就要我的命啊！求您救救我，救救沈氏，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阿燕，你说的是真的吗？对，我和他划清界限，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他来往了。只要你帮我。林奕晨，你说什么？和我划清界限？之婉姐，我也是被逼无奈。那些人逼得紧，我实在没办法才。现在只有副总能救我了。副总，被逼无奈。那些人逼得紧，我实在没办法才。现在只有副总能救我了。副总，被逼无奈。从你拿着傅氏的资助金挥霍，从你串通沈之婉拿公司的钱开始，就该想到今天的下场。路是你自己选的，没人能救。我真是瞎了眼，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却背着我赌钱欠高利贷。沈氏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怪我？当初要不是你非要跟傅景琛对着干，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吗？你自己蠢，还好意思怪我？够了！李特助，叫保安进来，把这2个人拖出去。是，副总。不让我活，那我让你也死！小心！
个救护车！是。还有他，把他交给那些人，就说富氏集团愿意多出1倍的价钱。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是，副总。我要让他生不如死。是，副总。志婉姐，救救我！我的腿，他们打断了我的腿。傅景琛太狠了，他真的要我生不如死。救你，我谁都救不了，连我自己都救不了。林依晨，我当初是瞎了眼。救你，我谁都救不了，连我自己都救不了。林依晨，我当初是瞎了眼。我放着真心待我的傅景琛不要，偏偏信了你。志婉姐，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等我好了，我一定好好对你，好好弥补你。弥补？你拿什么弥补？沈家破产了，我爸妈被我气病了，而我自己也落得这般田地。这一切全都是拜你所赐。去把孩子打掉。志婉姐，去把孩子打掉。志婉姐，曼媛，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医生，医生！别乱动，刚醒过来，好好躺着。副总，苏小姐刚脱离危险，后脑住院休养一段时间，还需要最重要的是静养。给我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随时待命，要确保曼云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是，副总，请您放心。景琛哥，之前我说过想照顾你一辈子，这次我做到了。曼云，以后让我继续照顾你，好吗？对不起，景琛哥，是我唐突了。以后换我来照顾你。小姐，请站住。这是私人病房，不得擅自进入。就破了一点点，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非要拉我来住院吗？万一留了疤怎么办？住院观察2天，让医生好好处理，这样保险。王医生，麻烦你再仔细检查一下，一定要用最好的药，不管花多少钱，必须保证我夫人的手上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副总放心，沈小姐的伤口不深，我们用的都是进口祛疤药，绝对不会留痕。后续的护理方案，每一步都要跟我汇报。她怕疼，让换药的护士动作轻一点。还有，她胃不好。傅景琛，你是不是太夸张了？对你，怎么都不算夸张。对你，怎么都不算夸张。小姐，请你不要打扰病人休息。他怎么在这儿？傅景琛，你干嘛？当年你不是这么对我的，当年你不是这么对我的。你说过会一直对我好的，你说过的。景琛哥，他没事，我去处理一下。傅景琛，你说过要娶我的。小姐，小姐，请你。沈之婉，你来干什么？我把孩子打了。景琛，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背叛你，不该相信林医生。你让我回到你身边好不好？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留在你身边就行。回到我身边，沈之婉，你觉得可能吗？还有你和林奕晨的孩子，我并不关心。景琛，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还在生我的气，对吗？我发誓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够了，沈之婉，当年我对你的好没有份，没有怜悯，是因为我以为你值得。现在你不配了，而且我已经有想照顾一生的人了。你走吧。不会的，你以前那么爱我，你再看看我，景琛，我知道错了。看好这里，别再让任何人靠近病房，影响苏小姐休息。是，副总。你还回来干什么？身家都被你败光了，我和你妈现在连住的地方都快没了，你还有脸回来？妈，别叫我们！当初我和你妈是怎么劝你的？让你去跟傅景琛道歉，你呢？你可倒好，不道歉就算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挑战他的底线，现在让我们沈家万劫不复。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不该相信林奕深那个骗子，不该背叛景琛。我现在把孩子也打了，我去找他道歉，可他不肯原谅我。孩子也打了，我去找他道歉，可他不肯原谅我。现在知道错了，早干什么去了？傅景琛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你心里清楚。而你呢？
把他的真心当垃圾，把他的付出当理所应当。是我错了，我以为林依晨是真心对我，我以为傅景琛的好都是应该的。爸妈，你们别着急，我一定能让景琛回心转意的。他以前那么爱我，只要我一直求他，他肯定会心软的。之婉，傅景琛不是傻子，你伤他伤得那么深，他现在身边还有苏曼云，你怎么让他回头啊？我能，我知道他心里还有我，他只是现在还在气头上，我会给他道歉，我一定能挽回他。据悉，傅氏与苏氏将于本月举行婚礼，双方已共同宣布，婚后将整合傅氏与苏氏的核心资源，打造全新商业版图。不可能，他不能娶别人，他说过会娶我的。对，戒指。不可能，他不能娶别人，他说过会娶我的。对，戒指。沈小姐，请留步。让开！我要找傅景琛，我有话跟他说，他要结婚的事是假的，对不对？你们让我进去问他。沈小姐，副总早就有过吩咐，您不能进入大厦，请您不要为难我们，否则我们只能按规定处理。规定？什么规定比得上我和他的感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现在他要娶别人，我必须跟他说清楚。你们让我进去，求求你们了，我就是一句话说完就走。李特助，副总特意吩咐过不让沈小姐进公司，但她非要进去。李特助，你帮我跟景琛说，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只要他不娶苏曼云，只要他让我留在他身边。沈小姐，副总的决定不会改变，他昨天还特意交代过，婚礼的筹备会加快进度，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你说什么？景琛！景琛！沈之婉，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曼云的生活。景琛，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沈小姐，请你不要再纠缠了。景琛哥现在选择的是我，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的执着对所有人都是困扰。你闭嘴！这是我和景琛之间的事，轮不到你插嘴。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没有人会一直停在原地等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你该向前看了。曼云，我们走吧。景琛，景琛，你还记得这个吗？戒指是你特意为我拍下来的，你再向我求一次婚好吗？就这一次，我一定好好珍惜，再也不背叛你了。就这一次，我一定好好珍惜，再也不背叛你了。阿爷，娶我好吗？曼云，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但你让我知道，真心相待有多珍贵。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景琛哥。